居酒屋，你们知道它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就是便宜又好吃。但是很多朋友跟我说，来了日本根本不该插进去，我能理解，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就是吵了一点。 稍微那么挤了一点，但是你一旦习惯了这种日本的烟火气，好像也还挺好的。我也已经有1个半月没有回日本了，下飞机还是直接来吃居酒屋最合适。今天我们来的就是银座的那家很有名的居酒屋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啊！居酒屋很容易搭讪，但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开始吧，小菜是龙甲配脊髓，如果你用2个鳞片加着酱，就是小时候吃的3+2。然后这个菜是炸尾垂龙的烤尾，你别以为尾垂龙山都是木头，它的烤尾其实很多脂肪。旁边这个酱是大贼龙的胆汁，它是一种蛋黄酱加回复液的味道，吃在嘴里甚至还有一种清爽的回甜，就是油香还不腻人。接着这个是马肉刺身，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吃马，特别是薄切的马肉，你可以蘸酱油，也可以配生姜末，但是吃起来还是很像水龙刺身。这是烤串拼盘，第一串是黑角龙的后腿肉，上面加了一点洛阳草。相比于角龙，黑角龙的肉会更韧，因为力气更大嘛，因为它是食草动物，所以它的肉里面的汁水非常之多，洛阳草又增加了清爽的感觉，就适合第一串吃。这串是骚鸟的外腿肉，就是在我刚开荒的时候特别爱吃，因为它真的很好打，弹弹的腿肉配上甜甜的酱香，骚鸟真是个小可爱。这一串是长春藤叶犬碧贼龙颈子肉，碧贼龙其实很难烹饪，弄不好吃在嘴里就会麻麻的，可能因为它常年生活在瘴气之谷吧。接下来这一串很性感，它是驯龙的尾尖肉，里面的细骨已经烤得脆脆的，但还是别吞下去。这一串是真的油滋滋的，咬开外面那层焦焦的脆皮，里面热热的脂肪就会被释放。这一串是野猪王的五花肉，它是真的肥的低油，厚切五花的口感，甚至比鸟笼的更脆一些。然后是贝甲龙的肉丸子，它的肉就非常的扎实，咬开之后里面会有一股土豆的味道。接着是蒙牛龙的舌头，比烤肉店里面的更有嚼头，可能因为炭烤把水分都烤走了。再说了，蒙牛龙的肉质本来就很差，尾腹龙的肉多好。最后一串是天回龙的厚皮，今天唯一的古龙，吃起来其实还意外的油润，最下面那块糯叽叽的，就很像在吃软油。想不到吧？新大陆也有巧克力熔岩蛋糕，油油的巧克力酱真的很上头。最后大家还送了我们一串奇怪龙的皮下脂肪，肉感觉水晶晶的，好的别的都无所谓，主食是最重要的。散鸟的腿肉拌饭，这真的很经典，再配上一颗草食龙的卵，一点点照烧的甜味，配上滑滑的蛋液，散鸟的腿肉甚至还带着一点炭火的香味，可能这就是居酒屋的味道吧。最后来一碗咬鱼汤，又暖胃又满足。最后吃了这么多，好像也不是很便宜，好吧，做猎人嘛，开心就好啦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维尔。哎，请问谁会吃什么地中海料理啊？10分钟前的我如是说道，然而谁知道瞬间打脸。这种阿拉伯菜真的是越吃越上头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带着探秘的心情啊，来看一下这种异域料理到底好不好吃。然后我的心中有个疑问，就是什么才算地中海料理？知道了。从还没进这家店开始，这气氛就已经有那味儿了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站出来几个阿拉伯人开始跳舞。然后点菜就花了我们很长时间。然后第一个上了一个不知道是茶还是汤的东西，于是我抱着喝毒药的心情尝试了一口，它是很甜的花香。接着我们的第一盘就是主菜，好像是一道阿拉伯名菜，其实就是3坨酱泥蘸面包片，你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全部挖上去一口吃。第一个就像孜然玉米土豆泥的味道，口感特别的细腻。然后这个看上去应该是麻辣味的吧，这个有点像番茄烤鱼味。最后这个还有点神奇，是蒜蓉石榴味，我只能说这是无法描述的咸甜口味。然后又是一道很奇怪的菜，里边包的其实是肉末跟炒饭，又是一道没吃过的菜。这个菜吃起来很像是羊肉炒饭，但它香料更多，就是味道更丰富。然后下一道菜是一盘类似茄饼的东西，里面加的是肉末和煮软的土豆片，吃起来特别的软，甚至还有点辣，但里面全都是一抿就烂的状态，这个还挺好吃。接下来上了一碗羊奶汤，奶香芝士汤，但是里面又有一种辣辣的味道。今天真的是把爷吃懵了。然后是一盘很好看的烤三文鱼，上面好像是一些土豆丝儿。但这道菜最经典的其实是它下面那个橙色的酱料，配上那一圈坚果和蔓越莓，那个味道非常特别，它就像是陈皮加肉酱混在一块的感觉，还有一点番茄的味道。这道菜的精华就是这个蘸酱。然后上了一盘香肠，这个香肠端上来的时候还在疯狂的冒油，而且它的肠衣特别的薄，吃起来就是外脆里嫩。下面的酱泥也要蘸一点。然后又是一道特别硬的菜，紫阳的羊排。这个菜怎么说呢？那个肉惊奇的嫩，羊肉味比较弱，反而是很蔬菜的味道。好吃，虽然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但我们还有一份主菜，咖喱炖牛肉，名字是我乱取了哈。这几坨牛肉已经被炖得很烂了，还是特别的软。阿拉伯人牙齿是不是不太好？然后最后的甜品果然不出意料，羊奶冰淇淋，奶味特别重，然后下面是一层曲奇一样的东西，是香醇的味道。哇，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认识了地中海料理，感觉主菜部分特别好。阿基推荐指数可以给9分，非常好。看玩意儿，今天这家店光看他们上菜的方式，我就知道我来错地方了。这种菜品不写价格的店都有点恐怖。今天我们要去探一家巨牛逼的餐厅。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夸张的说这家餐厅很牛逼呢？因为好像去过这家餐厅的人都还比较牛逼啊。这前首相请前总统来过的店。すみません。
来空包啊！这是一家炉端烧餐厅，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一家老店，食材基本上来自于全国各地11个最出名的地方。叫炉端烧是因为大家都是围在一个炉子周围做的，师傅们就坐在炉子边给顾客料理，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。菜品的话就是看中什么点什么，第一个前菜好像是那个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，不过吃进去之后发现应该是煮的金木雕，紫苏叶配着一块很大的鱼肉。然后是一份盐烤香菇，就香菇本来就很香了，再加上备长炭，那个香味就变得更加明显。第三个菜是2个很大的竹节虾，师傅会帮你把虾尾和虾头分开，会把那个虾腿推留着，这个虾腿真的巨脆，就跟刚出锅的薯条一样。然后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菜，挤上一点柠檬更清爽，最喜欢的青椒。然后是今天的石烧北极贝，壳里面满满的一大块肉，感觉这一个贝就塞满了整个嘴巴，大满足。然后这个菜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烤豆腐或者是什么假肉之类的，结果里面塞的全是蟹肉泥跟虾肉泥，搭配着生姜一块吃，非常闷骚。这片烤平菇就显得格外的寂寥，一口全干了。最后再来一串烧鸟串，就准备进入我们的主菜环节了。这个葱还挺甜的。第一个主菜是厚切牛舌，我的爱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外面烤的焦焦的，里面带一点血的那个状态，就是牛舌最好吃的状态，自己烤就很难烤成这个样子。我去报个烧烤班好了，然后是一个和牛串加一个小洋葱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和牛，就跟不能没有莫文蔚的歌一样。蘸了刚才那个酱料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一点新鲜的山葵，山葵是一点都不辣的哈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盐烤金棘鱼，这个是在日本很珍贵的一种深海鱼，因为深海鱼嘛脂肪很多，所以烤出来那个味道就很香，就是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表皮烤的已经很焦脆了，但里面的肉还是保持着一个很多汁水的状态。对了，师傅是可以帮你把鱼刺挑走的，我真的太需要这种服务了，体验感大增，特别过瘾。最后的甜品又是我们熟悉的哈密瓜，这是高档餐厅的必备吗？可能这些人并不知道哈密瓜在我们那儿有多便宜吧，不过水确实挺多，金钱的味道。这家餐厅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，吃完饭之后还有个额外项目，就是举重。如果你能单手用这个杆子举起4个碟子，今天这单直接给你免了。然而并不可能举得起来，该给还是要给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气氛特别好，菜品也不错。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真贵啊！卡玩意儿。大家都知道天妇罗在日本有很多专门店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天妇罗很贵，但17000一位还是把我吓到。不过进都进来了，也不好退出去。只是感觉这种藏得很深的店一般都不便宜。店长说他这家店已经开了15年了，这些比较年轻的也都是他的门徒。餐台的旁边还放了天妇罗认证书，店员正在准备我们的食材，在精心的摆盘之后也会留时间给我们拍照，之后就是给各种食材上粉上香了。在等待的时候给我们上了一碗松茸蒸蛋，不过这个松茸加上鸡蛋还真的挺好吃。第二个端上来的是4道小前菜，就是鲑鱼子和特色鱼冻那些东西，但这个鱼冻是真的做的很精致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，河豚。在吃这道菜的时候，店长很耐心的教了我，说是在挤柠檬汁的时候，柠檬汁一定要碰到柠檬皮才行，所以要这个样子挤，然后用河豚肉卷着胡萝卜丝儿、葱还有河豚皮，再蘸一丁点酱油，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。不过河豚肉是完全没有腥味的，并且还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可能这就是高级料理吧。接下来就是各种螺和鲍鱼，这儿开始才是真正的天妇罗。店员这里也会给你介绍每一种食材，在这一盘里面选择你自己想要吃的顺序就行了。先来一个甜虾，天妇罗里面的荤菜一般蘸一点玫瑰盐就可以了，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又酥又嫩。接下来就是蒸鲷，吃完再来一块松茸，天妇罗松茸是真的好吃啊！没想到生蚝都可以天妇罗，我就很好奇，真的有食材不可以天妇罗吗？哦，对了，店长还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，好的天妇罗只会在食材上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面粉，以保留住食材最本身的味道。最后的主食再来一碗天妇罗茶泡饭和一盘美美的甜品。总之就是今天虽然长胖了，但是我的钱包瘦了呀，那不就抵平了？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对了，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可以来看我直播，卡哇呀！